大家好，我是阿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连电视都在报，哇，这个高丽菜真的是经济实惠又好吃，有的田里还免费让你去摘。在挑选高丽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方式，就是高丽菜拿起来不要太重。如果一样大小的高丽菜，你2颗拿起来，这一颗比较轻，我会建议你选比较轻的。这第一，再第二，拿起来你从底部拍一下，它是很空心的感觉，就选这种高丽菜，品质比较好。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你底部翻过来之后，你轻轻的把这个底部稍微搓一下，然后你闻一下那个味道，是高丽菜的清香。这颗高丽菜品质都是赞。我今天要做3道高丽菜料理：高丽菜面线、高丽菜蛋炒饭跟高丽菜牛肉汤。所以我把这一颗高丽菜分成3等份。先这样切，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要大家选摸起来比较鼓的。好，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我这样切开，这种高丽菜是极品，也是最完美的状态。里面千万不要让它整个结整球，那种高丽菜基本上口感会比较逊色一点。我先来做第一道面线，那我会先把高丽菜心取出来，我等一下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高丽菜心。高丽菜把它切细长型的，切好我先放这，因为等一下我习惯是切好再洗。比较粗的梗来拿掉，我们这里继续切。切到后面呢，这里又比较粗的梗，来切薄片，这样子呢，等一下再煮也比较快熟。那最后刚拿起来这里呢，也一样切这样子的片状。这样子基本上你的高丽菜呢，它的大小都会一致。高丽菜心留着，等一下牛肉汤，它是你最棒的天然鲜味剂。高丽菜呢已经洗干净了，我建议任何的蔬菜类用流水的方式洗是最好的，这是我个人喜好的方式。然后，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一道另外一个主角是面线嘛，来面线先烫过。但这一道的面线我会烫5分熟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这个面线我会稍微用半炒的方式来煮。怎么判断你的面线烫5分熟呢？一般在烫面线最少要3分钟，面线才会熟。那你只要烫1分钟至1.5分钟就可以了。像我这样子烫了1.5分钟，好，我捞起来，现在就是5分熟的状态。水不用滴太干，你放着。因为它等一下面线自然而然会去吸收这个面水。在要做这道面线前呢，趁砧板还是干净的，先来切剥皮辣椒。我跟你说，这道面线拌剥皮辣椒非常的好吃。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你就可以不要放，你可以切一切，等要吃的时候拌进去就好。你就把剥皮辣椒切得像这种小米粒状，开始来料理咯。我们先加大概1小匙的油就好，不用多，因为等一下还会再加第2次的油。先把绞肉放下来炒，还有金钩虾，记得哦，金钩虾先用水泡洗的方式，大概2分钟，水沥干。先用中火炒了2分钟之后，你看绞肉有上色，香气也出来了。最重要是金钩虾、高丽菜，这个时候全部加下来。高丽菜下去，我一样都是保持中火在炒。先不要大火，因为你现在没有过多的水量，你火太大，高丽菜容易烧焦。因为高丽菜的含糖量，它甜度比较高，那它如果没有水分，只有油跟锅子加热，比较容易会焦黑掉。你炒着炒着，高丽菜水就自己跑出来，有没有看到？好，继续炒。这个时候我会转大火了，转大火是要把香气炒出来。好，像这样子。来，我现在中间挖一个洞，来，这个时候我就把面线倒下来，面线让它先从中间下去，去吸收高丽菜的水分。面线下去，我转中火，先把它炒开一下。好，水分吸收干了，来，我先把火关掉，调味。我调味料只有酱油而已，黑豆酱油1大匙，我从旁边加。这一道菜为什么我只有黑豆酱油而已？因为面线它本身就有带一点淡淡的咸味，所以我们弄一点点黑豆酱油。去提升它的味道就好。再来白胡椒粉1/3小匙。好，第2次加油了哈，来，你去买市售的红葱酥酱哦，就是油葱酥酱。
那如果你刚好有买我的香葱酥酱朋友，这里加1.5大匙下来，没有的朋友你就去超市买红葱头酥来取代。来，这时候开大火，最后加80cc 的水倒下来。面线比较长，比较不好炒，所以你用剪刀轻轻的剪几下，这样就好了。来拌炒，大火下去拌炒，大概1分钟就好，不要多哦。好，关火，香气已经出来了，靠它的余温开始拌炒，你会发现这个香气非常的香。好，上菜喽！大家看一下这个面线的颜色，还有它的口感刚刚好。如果你面线一开始烫过头，这个时候炒出来就糊掉了。这一盘真的，我觉得没有理由会不好吃。说真的，来，我会切一点细的这个芹菜花，趁热我们赶快撒上去。这一道啊，配芹菜啊，超级对味。剥皮辣椒来咯，要吃的时候再撒。我跟大家讲哦，剥皮辣椒不要给它下去炒，因为你整个下去炒，你的各个香气会被剥皮辣椒给掩盖掉。第一道高丽菜面线完成，是不是很快很简单啦？好了，再来做高丽菜牛肉汤。这一道汤品哦，是属于快煮的汤，但是又可以把它的一些蔬菜的原汁原味，还有肉的鲜甜，完美的诠释出来。首先这个牛肉片，这个肉哈，我会建议大家就这样子一片一片的哈，慢慢放下来，因为通常这种超市买的，它会重叠叠好，你如果没有把它给这样子一片一片的把它给撑开，很容易一坨没有熟。牛肉我就先放到碗里，等一下汤煮好直接冲下去。我觉得牛肉汤啊，自己在家里煮，除了那种传统牛肉面店下去熬下去炖的那种不用讲，我觉得这一种是方便好喝，又可以快速的补充到牛肉里面的营养。来处理高丽菜，一样先把菜心弄下来。我等一下下一道炒饭的菜心，我也先处理起来，因为要煮汤嘛。来，这一道呢是要煮汤，所以我就会用手来剥高丽菜。剥的大小哈，你就好就口为主，好，也不用说太大块，好。那我的习惯啦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这种比较出梗的地方，我会把它挑起来，等一下另外处理。来，那这个高丽菜梗的地方哈，用斜刀切一下，好，这样子，因为同时在煮的时候，它的口感会比较一致。然后等一下这里我会先下去炒，因为这一边呢，它的香气比较足，所以等一下这里我会先炒，炒出香气之后，再把剩的剥下来这个叶子啊，再下来炒。剥好的高丽菜跟切好的高丽菜梗，两个都要洗干净。那汤我除了高丽菜之外，我还有加一点牛蒡。我发现牛蒡啊跟牛肉还有高丽菜的味道非常的搭，切直刀薄片，好，这样子。切好的牛蒡跟高丽菜梗放一起，等一下他们会先炒。现在一开始先大火，然后加1大匙的油，高丽菜梗跟牛蒡先炒。我现在是用中火慢慢的炒，把高丽菜跟牛蒡它们的香气炒出来。这里你会发现，高丽菜梗跟牛蒡在炒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它们特有的香气。这种香气，你有没有吃过炸牛蒡饼？我们就是要这个香气，才可以让你的这一道牛肉汤更好喝。我这里用中火炒了3分钟，高丽菜、牛蒡都已经上色了，最重要的是香气出来了。这时候高丽菜下来。我高丽菜下去，我都是保持中火，然后慢慢的炒，因为你刚洗高丽菜，它表面有些许的水分，慢慢炒，慢慢拌，你的高丽菜就会软化，香气会更香。高丽菜在慢慢炒同时，我来切一点杏鲍菇。杏鲍菇哦，它菇有天然的鲜甜味，然后也增加口感，直接这样子直刀切就好。杏鲍菇也丢下来，我现在全程都一直中火在炒哦。炒到高丽菜软化了，香气也都出来了，1000cc 的水开始调味，白胡椒粉1/3小匙，喜欢辣一点朋友，你可以加到1/2小匙，多一点没关系。盐2小匙，来，这个时候我会把菜心放下来煮一下，
让它快速的把菜心的甘甜味还有香气煮出来。说实在，你说这个菜心会增加多甜，真的有限，但是它就是会多了一股鲜味。这道汤我的习惯，我会加2颗红冰糖。冰糖在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一道汤食材跟食材之间的渗透压更强，是一个媒介。加下来，我现在是大火要把它煮滚，滚了之后，我们转中小火，让它保持这种小滚的状态。你想要吃高丽菜，它口感脆一点的朋友，这里你只要煮6分钟就好。那你喜欢高丽菜煮稍微软一点点的朋友，你就可以煮到10分钟。像我今天我想要衬托的这一道菜的口感是偏软，所以我煮10分钟。时间到，我先把这个菜心捞起来，因为我们只是要熬出它的风味而已。这里的汤已经好了，那现在我要冲下去，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是保持滚沸的状态，关火马上冲下来。然后刚冲下去的时候，请都不要去动它，让它自然的去泡牛肉，给它泡熟。那这个做法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牛肉会过老，完全不会。你只会品尝到牛肉的嫩度刚刚好。这里我切一点芹菜碎，再一点葱花。这道汤呢，就是要葱花跟芹菜，你的量要够，那下去的味道真的就是过瘾又好吃。好，这2个就直接加上来。基本上你在家里做到这里就 OK 了。如果你想要让它更好喝，2种东西：一，去超市买现成的蒜头酥，或是自己炒。2，你可以买像我这种香蒜酥酱。如果你家里刚好有买我的香蒜酥酱，朋友，你只要加一点点放在上面就好了。喝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提味。牛肉汤大家既定的印象都会觉得葱花姜丝，对不对？来，今天芹菜葱花跟蒜头酥来一点不一样的风味。高丽菜牛肉汤完成。第3道是高丽菜蛋炒饭。蛋炒饭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家常，而且是新手必备的料理。那我今天要用高丽菜来炒这道饭。那我有加2样东西，一个是萝卜干，一个是蒜头。我要用蒜头、萝卜干炒饭的这个元素来带入这一道高丽菜蛋炒饭。最后呢，现在是冬天，是蒜苗的季节。如果你家里刚好有蒜苗，或者是你很喜欢吃蒜苗朋友，这一道炒饭用酸辣超好吃。这个菜脯啊，你看是要买切好颗粒状的，或是我这种条状都可以。那一定要先泡水10分钟，台语俗称退姜。我在做萝卜料理，萝卜干啊，我喜欢这一种菜脯，越圆形状的越好，越少加工的萝卜干晒出来制作出来的口感，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旁如何价，你们可以试看看。萝卜干好了，来先放着，因为这个是等一下爆香用的。蒜头。先压扁，切蒜头碎，切一点蒜苗。你这种切法就有点像在切葱花一样，切细一点。再来是切高丽菜，因为是要炒饭，我会把它切成小片状，就先这样子，好，切粗条，再来转过来直接切。炒饭前2颗蛋我会先打在碗里，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先检查蛋有没有不新鲜或是有异样。好，来开始炒饭，我们先来热锅，这里是加大概2大匙的油。我会先把蒜头下来，先把蒜头慢慢的煸出它的香气。我现在的火都是保持小火，再慢慢的炒这个蒜头，把它炒到变蒜头酥。这时间很短哦，差不多1分钟而已。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蒜头已经开始上色了，记得这样就好了，不要再上去了。来，赶快转大火，然后蛋下来，蛋下去的那一刹那，马上搅拌。好，像这样子，让蛋去包住这一些蒜头酥。我现在是大火哦，蛋炒到定型了，你会发现基本上它已经熟了。来，萝卜干这个时候下来，我现在都还是保持大火。炒饭很重视火候啦，所以我一下会大火，一下中火，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来，蛋慢慢成型了，这个时候转中火。我刚萝卜干下去炒30秒就好，转中火开始慢慢炒。现在就是要把萝卜干的香气炒出来。我的油没有多到说让蛋炒到起泡泡，因为
我这个做法跟这个食谱，我是否给家庭，让你们来炒饭比较没有负担，而且比较好操作的方式。好，转中火之后，你的蛋再炒了大概2分钟，那你会发现你的蛋开始粒粒分明上色了。这个时候，先加饭下来，开始炒饭。饭下去，用中火炒了2分钟之后，来饭稍微散开了，这个时候加高丽菜下来。高丽菜下去，保持中火，慢慢的炒。炒了3分钟之后，饭、高丽菜基本上香气融合一体了，然后高丽菜也都熟了。来，黑豆酱油加2大匙，白胡椒粉1/3小匙，提味，调味下去，转大火。酱油拌散之后呢，来1/2小匙的盐，因为黑豆酱油的咸度没那么高，我们最后补一点盐。再来就是蒜苗了，蒜苗倒下去，来蒜苗下去拌几下，好，上菜。家常做法，餐厅风味的高丽菜炒饭完成。今天分享这3道高丽菜料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趁现在高丽菜正是便宜又好吃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享用高丽菜料理吧，上菜。